波兰突然向德国提出巨额战争索赔要求，要求德国赔偿1.3万亿欧元。德国立即表示拒绝。尽管德波同属欧盟国家，但双方关系一直比较微妙，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嫌隙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俄系发布声明称，北溪管道开通日无限期延宕，欧洲多国无疑将面临能源危机。德国在欧盟内的领导能力愈发受到质疑。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83周年之际，由波兰议员穆拉尔奇克牵头编撰的一份报告周四发布。该报告评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入侵并占领波兰，造成相当于1.3万亿美元的损失。波兰执政党主席卡钦斯基表示，将向德方提议就赔偿问题启动谈判。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说，德政府就二战赔偿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即赔偿问题已经解决。按照德方的说法，波兰于1953年与民主德国及东德签署协议，放弃声索二战赔偿。1990年，东德与西德统一时，两德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谈判签署的协议确认了这一点。波兰在这场俄乌冲突之中扮演了一个西方的急先锋的角色。波兰接收了数百万的乌克兰的难民。那波兰现在经济状况不太好，它的通货膨胀率呢超过了15%，所以民众的生活呢处在一定的困难之中。在这个时候呢，波兰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他就想祸水吸引，把矛头指向其他的国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之际，欧洲内部出现的分歧显得尤为刺眼。《纽约时报》周五的报道指出，在当前面对二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时，欧洲正在寻找本地区的领导核心。德国及其政府总理舒尔茨试图接下这一角色，但目前所得到的反响却是不温不火。报道认为，德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行动迟缓，在能源问题上太过依赖俄罗斯，与波兰关系不佳，以及无法实现一些承诺，这些都让欧洲人对其领导力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波兰此时硬气索赔，还有天然气这一王牌在手。据德新社报道，波兰执政党领导人索波列夫斯基说，如果指望波兰帮助解决天然气供应问题，德国就需要对波兰做出某些让步。波兰近年来一直在扩大天然气供应渠道，从美国、卡塔尔及挪威进口越来越多液化天然气，储气水平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德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叫做自断一臂，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呢，实施自己的能源转型。那其战略目的呢，是服务于美国所领导的北约的对俄政策，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呢，其实德国的领导力是被大大的削弱了。随着冬季愈发临近，尽快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是欧洲的当务之急。目前，欧盟正研究对俄罗斯输欧管道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定于下周五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对俄天然气实施价格限制。不过，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对此表示，如果欧盟实施天然气价格上限，俄罗斯将不会再向欧洲供应天然气。就在欧盟表态要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限价后，周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技术故障为由，宣布完全停止北溪1号管道天然气运输，而且并没有提及恢复供应的时间。俄气发布声明称，在与西门子公司代表共同对波尔托瓦亚压气站涡轮机进行检修时，发现多处设备漏油现象，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重启管道。目前不清楚维修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此外，之前经过大修的3个涡轮机也发现类似漏油现象，这些涡轮机目前处于强制停机状态。这一消息很可能标志着欧洲能源危机的急剧升级。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正在从挪威、荷兰和比利时获得天然气，总体天然气储备量约为83%，尚未完成供暖季到来之前的储存目标。而法国政府已在几个月前开始处理能源危机问题。目前，俄罗斯对法国天然气的输送还没有完全切断，但是已到最低水平。法国政府表示，将推动法国电力公司在今冬将32台核反应堆全部启动发电，以缓解电力价格高企的局面。俄欧斗气也已进入到关键阶段。欧洲能源事务专员周六甚至在印尼 G20 能源部长会议期间喊话中印两国参加对俄油气的价格限制。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这也是本届东方论坛的又一看点。事实上，近来俄罗斯与美西方能源战、外交战都有极化升级的势头。
外长拉夫罗夫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月底要参加联大会议，但是呢，赴美签证申请就是被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卡着不放，以致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特别要向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致信，欲请干预。俄罗斯与欧洲的油气大战也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昨天，俄燃气公司宣布对北溪天然气管道停止供气。实际上呢，俄方中断前的这个输气量只有正常状态下的20%的水平。而西方7国组织也在周五宣布要对俄罗斯油气外输实施所谓的价格封顶。那么这所谓封顶价，它的由来是尽管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的极限制裁，但是呢，预期中的俄罗斯经济崩溃并没有到来。俄罗斯股市、汇市在经历初期的震荡之后，都出现了强劲的反弹，而今年的贸易经常账上甚至还出现了折合超过2000多亿美元的盈余。那么，欧盟能源事务专员卡德里西蒙森，他昨天在巴厘岛 G20 能源部长的会场之外回应 CNBC 记者的提问时就特别点名中印两国希望能够跟进实施所谓的价格限制，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目前呢，还没有消息确认印方是不是会有高层代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但是呢，可以预料，中印作为大国，在能源贸易上必然会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必然会做出独立的决策。还是那句话，美西方并不代表全世界，美西方的意志与决策也不能强加给乃至是胁迫全世界。事实上呢，全球范围内至今没有追随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禁运的国家超过100个。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印度在俄乌冲突后继续大买俄罗斯油气也是相当恼火的。但是印方的底气很足，印外长苏杰生就曾经在出访期间理直气壮地为印俄油气贸易来辩护。印度人均 GDP 只有2000多美元，印方基于价格敏感性大买俄方油气，这是很自然的。印度顶住美方压力，坚持独立决策，还有眼前的一个例证。尽管白宫发言人表达严重关切，甚至呢在背后小动作不断，但是呢，印方还是如期参加了东方2022大规模军演。